李薇，李薇，别了！我马上到，放心。怎么了？装什么呢？那天你不是挺享受的吗？你让我觉得恶心。李薇，咱们两个人不是互相喜欢吗？我是哪儿做的不好啊？我可以做得更好。真的。睡不着，整夜的睡不着，时间太难熬了。我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我又盼着赶快天黑。我就想着可能到晚上就能睡着了吧，但是到了晚上还是睡不着。在那天当中，你休息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呢？如果实在是累到不行的话，我就会趁着办公室的午休时间眯半个小时。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4、5天。你之前有过类似的情况吗？没有。在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洗澡，或者是洗手。洗澡。你一个晚上大概能够洗多少遍澡？大概每一次都有多长时间呢？3、4次吧，每次至少半个小时。反复做洗澡这个动作对你来说代表了什么？是有什么原因吗？李薇，我相信你来是希望我可以帮你做一些改变。可是如果你什么都不跟我说，其实我是很难能帮到你的。我觉得自己很脏。这跟1周前发生的事情有关吗？你放心，我不会让你难受的，就这一点点啊。何老师，我可以相信你吗？你能理解我吗？当然，你可以选择完全信任我。在这个房间里面，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你。所有的问题，我们一起面对，好不好？好。事情发生在上周5的晚上。你说，你说。小薇，起来了。薇姐，薇姐，你醒醒！你喝，你喝。小薇，小薇，再来。我敬你一杯。齐总，我真喝不了了。这样，小薇，你要是把这杯喝了，今天这个单子签了。真的，齐总？真的，必须签了的。哎，齐总，我代表我们公司所有人，敬齐总一个。好。哎，好。好。哎，我就喜欢小薇这样，酒量也好，业务能力也强。好。我呀，就喜欢把这个单子跟你签。我再跟
给你倒点啊。我真不想喝。来，没事儿啊，你放心，我在这儿看着你啊，你放心，我不会让你难受的，对不对啊？哎，没事吧？哎，齐总，嗯，没事。好，来，扶着你。他们都散了。哎，有你不会散的。我哪里有那么大面子呀，齐总，你就别逗我了。我说的是我们。我们？嗯。哎呦，对呀，齐总，咱们的项目就靠我们啦。那个合同什么时候可以签嘛？我先去上个洗手间。你当时是什么反应呢？我就觉得整个人就好像僵住了，动不了。我可以理解为你当时的内心是非常不愿意，可是你没有办法反抗吗？可以跟我具体说说你当时的想法吗？我不知道，我当时整个脑子就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怎么想。厕所很安静，身边的一切声音都清晰的可怕。我发不出声音，我也动不了。我不敢回头看那个人，我只能逼着自己盯着天花板上的灯，心里一直在数着时间，真希望时间快一点过去，希望这一切都赶快结束。第一时间你选择报警了吗？当时你有没有做什么紧急避孕措施？有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吗？错了，但是我不敢报警，我觉得自己很脏，我不敢跟任何人说，而且我当时真的很害怕，我就赶快跑回家，我就一直洗澡，好像只有洗澡我才能把自己洗干净。你说这个禽兽，这么多人不选，为什么选的是我？我为什么要是个女的呢？你说他为什么要选我呢？我每天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觉得心慌，我就觉得很害怕，所以我就只能去洗澡。好像只有洗澡，我才能好一点吧。你对你自己的行为感觉到很自责，还后悔，对吗？我就是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心里越想越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你知道，其实我就是很抗拒，但是我为什么就反抗不了呢？是不是因为我从心底里就是
就是甘愿被人作践。不是这样的，李伟，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当我们人遇到压力，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情绪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样，我们先来好好的梳理一下，可以吗？喝点水，不着急。首先，你没有反抗，是因为你内心真的想顺从他吗？我没有啊，我就是想反抗，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让它发生了。那他当时把卫生间的门锁上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感受？他就突然出现在镜子里，然后我就吓到了，我就懵了。当你被他拖到隔间的时候，你的想法又是什么？我就觉得我完了，我出不去了。他力气又那么大，根本扭不过他。好，现在除了身体还有环境的客观因素，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再来想一想，当时他那个侵犯者还做了什么，让你如此的害怕，而导致于你不敢去反抗呢？他力气很大，我这都不看着。不要出声，除非你想被外面的人听到。你猜他们要是听到了会怎么看你啊？只要你乖乖的，很快就会过去了，啊？你当时不敢反抗，你怕别人听到声音，你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对吧？是啊，何老师，你不明白的。如果被人听到，我的人生就毁了。毁了，意味着什么？毁了就意味着我名誉扫地，工作也没有了，所有人都会嫌弃我。你怕你自己的人生毁了，这是人之常情。你当时没有反抗，这并不是你的问题，因为当时有太多的原因让你感受到害怕，甚至你当时有一些应激反应。应激反应？是的，当我们人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身体的选择可能会有逃跑，也有可能会去战斗，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木僵反应，也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僵住了，动不了了。这是因为恐惧使大脑中负责理性思考的区域无法正常工作。其实这跟动物遇到危险时候的状况有些类似，比如很多动物，它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可能会装作假死，像负鼠，它会一动不动，而兔子则会选择4只脚朝上。所以我没有发出声音，也是因为这样的反应吗？当然，其实有80%受害者，他们都会跟你有一样类似的情况，所以这不是你的问题。不对，这就是我的错呀！人怎么能跟动物比呢？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身体的反应有的时候是不受我们主观意识所支配的。就是我的错，我本来是可以反抗的。李薇，你当时是不是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导致你现在的罪恶感非常的深重？何老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我没有反抗，是因为我的身体并不抗拒？可以具体说说吗？其实我当时身体有反应。我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就算了吧，我没有办法反抗就算了吧，但是为什么最关键的时候我的身体却背叛了我呢？都是我怎么这么不要脸？我怎么这么不要脸？哎，李薇，冷静一下好不好？我知道你现在想伤害自己，这样你心里舒服一些，但你听我说，你这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先冷静一下好不好？来，把手心放在这里。可以相信我吗？我们冷静一下好不好？
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来访者来到我这里，都会遇到类似你这样的困惑，只是这个困惑很少被大众提起，所以大家没有那么了解而已。所以，你的意思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是的，李薇，你身体有反应，这不代表你非常的差劲，也不代表你自己作践自己。就像我刚才说的，有时候我们的主观意志是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身体反应的。有很多人，他们受到侵犯的时候，身体都会有反应，甚至他们的反应会更加的剧烈。但这不代表是你内心愿意的，你们是控制不住的。所以，受到侵犯以后，你可以为此感到难过，但你不要为此而责怪自己。我说的，你可以理解吗？在打出第一个字之前，我有过无数个夜晚的挣扎。我也曾想过，让曾经的伤痛随着时间烂在心里，但那些伤疤总是提醒着我，妥协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也许我的经历被说出来之后，不会得到大家的理解，但我还是想让更多人知道，一个恶魔的罪行。我被人侵犯，他趁我醉酒的时候侵犯了我，感到害怕，我动弹不了，根本无法反抗。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很清楚，我是不自愿的。也许当我说出事情的真相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我，但我想我必须说出来。为什么施暴者还可以高高在上，装作无事发生？为什么受害者却小心翼翼，甚至自我谴责？今天我写下这一切，不是为获取什么同情、什么关注、什么认可，只是因为我知道，你要知道，这不是你的错，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你之前所经历的伤痛，同时，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因此而否定你。我会支持你。这不是我的错。也为了让更多和我同样经历的姐妹知道，这不是我们的错。
受害者曝光，施暴者打码，这些键盘侠有没有脑子？来了，请进吧。谢谢。大家知道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区别是什么吗？心理学属于理学，精神医学属于医学。心理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精神医学是自然科学。没错。还有呢？心理问题不严重的呢，就去找心理咨询师；但是如果心理问题严重的，就得去看精神科大夫，对吧？这是一个粗略的区分。准确来说，精神科医生的干预手段主要是药物治疗。那么大家知道，心理学和精神医学共同的生物基础是什么吗？神经学。没错。大家看黑板，我画了2个圆。第一个圆，神经学；第2个圆代表的是心理学。它们共同相交的地方叫什么？它们相交的地方叫神经心理学。我们平常生活中在吵架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神经病”这个词。那我们这里所说的神经病，真的是说这个人神经有问题吗？不是吧？不是。我们是不是说他心理有问题啊？对。但是现在生活当中，神经病这个词更像一个爱称一样。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在说心理有问题的时候，我捂住了自己的胸口。我们平常所说的心，是在这个位置。那么心理学里的心呢，是在哪里？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你来说。在大脑。李薇，没事吧？没事吧，李薇？喝点水。你还好吗？我刚才看你非常焦虑不安。没事。不好意思，我能抽支烟吗？不好意思啊，咨询室内有规定不能抽烟，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到外面。没事。你刚才怎么了？我觉得啊，今天这家店可以珍藏一下。菲姐，你怎么在这儿呢？啊，嗨，你看我这笨手笨脚的，把咖啡给弄洒了。菲姐，我们还打算找你去吃饭呢。
你怎么都不回微信啊？对呀，对啊，你不是想背着我们偷偷去见？不好意思，薇姐，忘了你那么怕痒啊。薇姐没事吧？不好意思啊。没事吧？没事儿。你们俩。小小，你那帖子看的怎么样了？看完了吗？那个呀，我看到酒桌上那段了。你看，我这一想起来，浑身鸡皮疙瘩。怎么办呀？我这晚上还约了客户谈事情呢，好多我都不敢去了。你呀，别自己吓自己了。郑总人还挺绅士的，就是有点喜欢劝酒。一点点啊。哪像我现在对接这个网红，每回一上桌，毛手毛脚、急赤白脸的，这都没见过女人死。那你不害怕吗？他呀，就是卡卡油，典型的有贼心没贼胆。哎，而且他特别怕他老婆，每回提这个不用问。要我说啊，帖子里这女生也太懦弱了些，只敢发这种匿名帖。这要换成是我啊，不跟对方4个鱼死网破，我不会让他好过的。我也是，要是我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恐怕都没有勇气说出来。你这丫头，别胡思乱想的，反正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在我们这种人身上的，不会发生在我们这种人身上的，我们这种人身上的。那你们觉得会发生在谁身上？会发生在谁身上？怎么回事？你觉得他们说的那种人是哪种人？你觉得呢？他们可以嘲笑我、辱骂我，这些我都能接受。但是他们那些事不关己的态度，真的是深深的刺伤了我。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我发现，其实我也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曾经是那么的高高在上。可是现在的我成了什么呢？一只破鞋，一个坏女人，一个随时会为了这件事发疯的疯子。就是因为我曾经也认同那些说法，所以遭报应了，都是我活该。李薇，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说过的吗？强奸案发生的唯一原因，就是有强奸犯。我以为你是认同这点的。不，是我活该，我就活该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我发现你好像总是在贬低自己，你是为了惩罚自己吗？没有人会理解的。我就不应该说这件事情，我连把它说出去的想法都不应该有，我就应该把它带进坟墓。真的是他吗？你除了我之外，有跟别人倾诉过吗？得到的反馈是非常的不好吗？太不检点了吧？装什么装啊？那天你不是挺享受的？你要是真的青春，穿的这么露呗。反正说出来了，也不会有人理解我的。李薇，你知道吗？你非常非常的勇敢，你是我这么多来访者当中最勇敢、最主动的人。你没有犯任何的错误，你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你脑子里的那些声音现在干扰了你，那我们现在选择屏蔽他们。我们先聊一聊别的，好不好？没用的，
没有人会同情我的。谢谢林姐，那我先走。哎，等等，你最近是不是休息的不太好啊？看你总没什么精神的样子。对不起，林姐，是不是我工作上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部门不是有个外派学习的名额吗？我向公司推荐了你。我以为你们会优先考虑别人呢。你最近的状态我都看在眼里，你是我看着招进来的，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不想看着你这么优秀的孩子被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击垮。这次机会很好，你也可以趁机出去走走，调整调整状态。林姐，那些事情仅仅只是不愉快吗？小薇，姐也是心疼你。都是女人，我知道的。你说，我们女人经历了这种事，能怎么办呢？咱们两个不是互相喜欢吗？可是他都做了这样的事情，还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吗？傻姑娘，你要是有证据，还能去报警，去法院告他。可现在你什么都没有，又何苦在网上一遍遍地扒开自己的伤口，作践自己的清白？小薇，我也想让那人渣遭到报应，可是女孩子的名誉最大，沉默是保全你自己最好的办法。李薇，李薇，我知道这很难，但你真的已经很勇敢了。你说，是不是只有他们自己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才能理解我一点吗？我知道我这样想很恶毒，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诅咒他们，我诅咒他们也经历跟我一样的事情。李薇，如果你真的不想抗争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其实抗争与不抗争只是两种选择，本质上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你心里要清楚，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这对我来说太难了，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如果你的同事告诉你，他们想要帮助你，你是不是觉得心里会好受一些？如果这个社会他们告诉你，他们可以理解你，你是不是可以更加勇敢说出这一切？如果我说我会支持你，会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力量？你是说，你会支持我吗？当然，如果你需要，我一定会支持你。谢谢你，何老师。但是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当然，可能我刚刚说的那些已经扰乱了你的思路，
我刚才说的话不能决定你的选择，最终的决定还是你自己。何老师，你的支持对我真的很重要，我会冷静的想一想。我明白，李薇，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别人支持不支持你，我想最后的结果都要你自己去承担，你要想好这一点。不着急，你可以回去好好想一想，这个话题等我们下一次再聊，好吗？喂，哎，西姐，我是丽丽，好久不联系。我想问你个事儿啊，你还记得我们云锦融资酒会那天跟我们一起吃饭的那个齐总吗？啊，没有，我就是上次好像有点惹他不高兴了，我想慰问一下。哎，你可以给我一个他联系方式吗？谢谢啊。老季呀，我没能亲眼见着这场大戏，哎呀，真是可惜呀！我可听说了，这叶继承啊，又灰头土脸的败下阵来了。你都快成顺风耳了，什么都瞒不住你。哼，我真是由衷的佩服你呀！哎，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温良叶继承会搞这么一出啊？人家现在叫叶念堂。我一个乡野农妇，并不是什么都知道的。叶继承，呵呵，有意思，回来就把名字改了，这明显是冲着你来的呀。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这叶继承回来又改名字，又插手学会。背后啊，肯定还有见不得人的事儿。人家是个商人，一切向利益看齐，守不守得住底线，那是他自己的事儿，是你我都左右不了的。我可听出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策略啊。不过我觉得主动抢占先机也许更好一些，正好啊，可以清算学会的毒瘤。我听说你们脑电技术委员会在内部表态呢。算我一个。这么看来，你之前说温良的话，真是一语成谶呐。我当初说什么了？你说这人野心太重，容易迷失方向。我自己都记不得了，这么多信息放你脑子里，你不累吗？我这记忆可是分区的，这边是学术，这边是八卦。哎呀，真有你的！还问你个事儿啊，这温良你打算怎么办呢？把他继续留在学会，你不怕叶继承继续利用他兴风作浪啊？这草啊，和菜苗长在一起，就会影响菜苗的生长。你把它放到一旁，它就会化在土壤里，变成菜苗的营养。这人生啊，处处发生转机。学术也好，野心也罢，都需要牺牲精神。这要看他有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好久不见。什么项目啊？这么着急？看一下。我记得前年天齐就邀请云锦一起合作，为餐饮零售科技项目投资5个亿。那个项目第2年就为云锦带来了10%的投资回报。我记得当时您就说过，食品科技项目会在未来5年保持高景气的发展，所以我特别有信心，这个项目能跟您再创造一个奇迹。就是不知道齐总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啊？丽呀，我记得你从曹安里这儿出来之后，转行去了房地产是吧？放着那么大的事业不干，怎么突然才找我做这种小买卖呀？啊？不瞒你说，其实我最近遇到了一点麻烦。老房的事儿。啊，不要误会啊。你也知道，啊，这个圈子就这么小。我呢，谢谢，多多少少也听到了一些。不瞒您说，我真的就只是单纯的想谈个恋爱，没想到事情搞得这么复杂。他当时给我妈买了一个店铺，那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儿。谁知道，后来他老婆就隔3差5的来找人逼我要钱。那你说我那店铺都已经当出去了，我哪有什么钱呢？我也想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赚钱，这不是没办法才出来自己跑业务的吗？丽丽，一切都会过去的，都会好的，啊？你说你也是，跟了这么一个管不了自己女人的男人，受委屈了，嗯？齐总，其实您都不用安慰我，我都想得特别明白，人生啊就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要靠自己，靠别人都靠不住的，有钱才能有底气，对吧？这个项目我在云锦的时候就想做了，所以这次特地找您。哎呀，齐总，你这是干什么呀？我以为你都想明白了，才来找我的。我想，我们还是先聊工作。好。你的这份项目书做得很好，但是你真的不会以为单凭这几张纸就让我出钱吧？我当然知道，但是齐总，我知道你应该能理解我最近遇到的这些事情。我也是怕给您添麻烦呀。男人，还是因为男人。男人呐，就跟这个项目，或者说你那工作一样，只要用不习惯了，你完全可以把它换掉啊。嗯，你说，你跟了我多好啊！我既没有老婆，也比老房更得到分钱。过去呢，你背后有云锦，现在可是孤家寡人了。如果不拿出点诚意的话，我凭什么在你身上花钱啊？丽丽，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一个女人对男人最大的诚意。 我当然知道，但是齐总，您这是……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一个女人对男人最大的诚意。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一个女人对男人最大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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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一个女人对男人最大的诚意。
它是什么？季总，您当时就是这么跟李薇说的吧？后来不是用完就丢了吗？您别生气，既然您喜欢我，我总要了解一下您的底线嘛。我多了解一点也没有错啊，毕竟我也不想成为第二个李薇啊。你放心，只要你乖乖听话，不用担心那些事情。嗯？你把事情闹这么大，就不担心不好收场吗？我怎么可能收不了场啊？是李薇她说我强迫了她，她配吗？哼，我看上她，对她来说那就是天大的恩赐，可她呢，不知足，非要反过头来咬我一口，结果是什么？牙崩了。丽丽，如果你决心跟我在一起了，可千万不能学他，知道吗？当然，当然。季总，我冒昧的问一句，网上的那些照片，也是你找人放的吗？是我，我不想把事情弄得那么麻烦。我喜欢的女人很多，最开始不同意的也很多，但结果呢，在我这儿都是服服帖帖的，只有他李薇不识抬举，那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好啦，不聊他了，啊，咱们来好好研究研究项目。哎，季总，来吧，季总，你别这样，季总，别季总，季总，季总。洗车吗，老板？就我不洗车呀，30块钱一次，洗特干净。谁好？来来来，这是100块钱啊，赶紧滚！那不行啊！你先忙，待会。哎，丽丽，丽丽，不是，100块钱我得给你洗6次。哎，你让开呀！办成卡了，老板。哎，你让开！哎，让开！丽丽，丽丽，我差点下车了啊，老板。丽丽，谢了。丽丽，你。我说你这，哎，徐总，我冒昧的问一下，网上那些照片也是你找人放的吗？是啊，我不想把这些事情做得很麻烦。我喜欢的女人很多，一开始不答应的也很多，但最后呢，在我这儿都是服服帖帖的，只有他李薇不服，那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有当间谍的潜质。我要的东西呢？你可要想清楚了，很危险的。放心吧，再说了，这不还有你呢吗？丽丽，你进去之后，见机行事，见好就收。把姑奶奶我惹急了，她也不好过。保护自己更重要。OK。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没事，你说吧。李薇和你非亲非故的，你为什么这样帮她？
其实我不是帮他，我是想帮我自己。我当初遇见那个人渣的时候，及时脱了身，我以为那样就能息事宁人。但是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当时能第一时间教训那个人的话，可能那些女孩就会少受一点伤害吧。你笑什么？我觉得你挺有当女侠的潜质的。那你就是男侠呗。那词叫少侠。少侠。女侠。夜未央，天微凉，心扉夜话即刻起航。欢迎回来，这里是心扉夜话。哎，何老师，最近关于不完美受害者的议题，在网上传的是沸沸扬扬的。那么从你个人的角度，不完美受害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想借用我非常喜欢的一名音乐人莱昂纳德·科恩在《颂歌》中的一句歌词：“万物皆有裂痕，那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是的，的确如此啊。如果你刻意的去拿一个放大镜去审视任何一个人，那么谁的身上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污点。世界万物皆无完美，我们应该去接受自己和对方身上的不完美，而不是去苛责。是的，其实有不少的受害人，正是因为他们身上的不完美而感到羞愧，导致于他们不敢向外界求助。的确如此啊。在我们看来呢，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如果比起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呢，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先发出一个求助的信息，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和维护自己的权益。是的，与其称他们为不完美的受害者，我更想称他们为勇敢的幸存者。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的时候，我们正常人都会不知所措。什么情况？不知道。东子，让台里总控进医院。老钱，已经衔接上了，目前看是断电了，技术已经在检修啊。好。你没事吧，何端？抱歉，我有点，我有点。没事，你别紧张。开心吗？谢谢。你抱着。哎，东子，声音素材给到台底总控，让他们放出来。你再看看有没有什么蜡烛或者是手电筒之类的东西。先开一，我可能一会儿坚持不下去。没关系，我在，别怕。信号切回花房，只是现场没有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大家稍安勿躁。刚才我们的花房呢，电路出现了一些小故障，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正在赶修，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我想说的是，就在刚才停电的一瞬间啊，虽然是在一个公共开放的空间，但我仍然能感受到有不少人会感到恐慌。这让我想起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我们认为不完美受害者的人们，可能此时此刻黑暗无光的境地就是他们的日常。当我们身处在黑暗的时候，可能看不清周遭的事物，所以我们的听觉呢就会不自觉地被调动起来。或许那些在我们生活当中不被听到的声音啊，它就会成为某一种力量。那今天呢，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分享一些我之前收集的美好，希望这些声音可以给到和我们一样身处在黑暗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些帮助。东子，来到海丰国际电台的第一年呢，我跟随台里去了北方小镇，远离了城市机械的轰鸣，鸟儿的低声长鸣扇动翅膀，周围的一切显得是那么的轻盈灵动。火车的汽笛长鸣呼啸而过，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在倒退，只有我一个人奋力坚定地在前行。远处的麦田成熟的小麦被吹歪了腰，声音呼啦啦的响。还有午后醒来的蝉鸣，一声接着一声，一浪高过一浪。这种坚毅的生命力，是我对这个夏日最深刻的记忆。今晚注定是一期特殊的节目，希望这些美妙的声音呢，可以给到听众的生活带来一丝的慰藉，也希望那些曾经遭受过痛苦的听众，能够在这些生命当中得到一个放松的时刻。
促使你可以听到你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事情我们无需去向其他人辩解。关于你想对谁倾诉，倾诉什么内容，其实这些都取决于你自己。作为你的情感聆听人呢，阿姨想说，只要你需要，我会一直都在。今天的心扉夜话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好点吗？钱哥、贺老师，外面还在抢修电路，你们先用这个应急。谢谢。怎么样？有好一点吗？有了这个，还有你，好多了。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个地方也特别有趣，你想不想去？小星，怎么样？这是咱们花房的秘密基地，这为了保证小朋友的安全呢，几乎没有开放过。确实不错。我每次做完节目都会选择上来待一会儿。陈开怡，嗯？你不是说会有趣的声音吗？是因为今天断电了，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听到吗？等一会儿听到了。干嘛？你大晚上的干嘛？我的练声啊，要不要来两下？我才不要。我跟你说啊，你不要觉得他特别傻。我上学那会儿啊，每天专业出早功练声，哇，那场面啊，我跟你说，一面墙前面站着一排人，所有人都在那儿嘿嘿哈哈啊自言自语。我听说有一年冬天呢，天亮的特别晚，这墙对面就来了个阿姨，就听到有人嘿嘿哈哈自言自语，还以为是装神弄鬼吓我，结果你猜怎么着？阿姨吓坏了，急了，掐着个腰在那儿啊骂了一个早上。但是后来我通过练声呢，我发现人在不开心的时候，吼两声还挺管用。要不要试一下？陈开怡，我一直都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能一直都这么快乐呢？有吗？我还以为淼子离开我的时候，我在你面前表现还挺脆弱的。是挺脆弱的。你有时候也会难受，可是好像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刚才你喊两下就活蹦乱跳的，不像我。比如刚刚。刚刚我能感觉出来，你是真心的想逗我笑，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开心不起来。你刚刚是不是想到你弟弟了？我弟弟去世半年后，我眼睛一直都看不见。我一直活在黑暗当中，所以刚刚的黑暗让我觉得特别熟悉，我就会有点怕。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用耳朵听声音，用耳朵听这个世界的声音。也多亏了这些声音，让我慢慢的走了出来。难怪你听力那么好。所以啊，我是真的很羡慕你。钱开义，分享点呗，你平时怎么快乐的？其实每天做节目啊，听的都是别人的故事，接收的呢也都是一些负面的情绪。但是咱们得找到一种方式，找一个出口。比如我去打拳击，我觉得我运动了，我就可以释放那些负面的情绪，这是一个选择。
你这点跟我们做咨询的还是有异曲同工的。就像做节目，我会选择来这边坐一会儿。其实快乐不是一个结果，是一个选择。因为你觉得不舒服，所以你希望可以把内心的这种疲惫和消极的情绪给剔除掉。可能我不会做减法吧。你会，只是你不愿意去尝试。你宁愿把自己憋得快喘不过气来了，也不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把这些负面的情绪给丢出去，给快乐留一个位置。有的时候选择比结果更困难。或许你可以尝试一下。哎，明知道我在那逗你开心，也不卖个面儿，还亮着。试一试，怎么也没有人知道。河顿，河顿，你能听到吗？田太医，哎，我听到了。河顿，你要是不快乐的话，你就喊出来。